途经有经过了这个普伦城堡，因为我们有买了这个14天的家庭票，所以它这个是巴伐利亚的城堡，我们都可以靠这张票去参加的。对，这里是位于多瑙河的一个小镇。原本是没有计划来这边的，不过看到后面这边有一座雄伟的大教堂，深深的被它吸引了，所以我就决定这个小镇逛一下。来看一下我身后方的这里，这个呢就是多瑙河了，大名鼎鼎的多瑙河就在这边。我们要去这边一趟，后面这边有一个大教堂，还有后面的老城区，我们过去那边参观看看咯。这里是雷登斯岛的桥，还有16个桥墩。这个圆圆的一根一根的，它总共是有16个，然后全长310公尺。这个是横跨着这条美丽的多瑙河上的一座古老的石桥，据说它已经是1000年的历史喽。我们现在就在这个千年古桥上方了，看一下它这个，大家算得出来吗？真的有16个，我刚才算了一下，看一下后面这边，这里就是他们的一个闸门，连接了这个小镇的一个通道。那这个古桥现在是只有给人跟脚踏车通行的，汽车、摩托车是不能行驶的。走喽，进城了。超大的这个是很典型的这种哥德式的教堂，它在西元13世纪的时候就开始建造了，整整盖了250年，这个大教堂才盖好，目前已经是有700多年的历史了。这个教堂它一直都在维修，通常右边的塔维修完就会维修左边的塔，左边的塔维修完又会再来维修右边的塔，就这样一直重复的两边在维修。这个整个外观的墙面都是非常细致的这个雕工，很厉害的感觉。走吧，迫不及待了。这间大教堂里面是没有使用什么灯光，里面是非常的暗，就是这种典型的哥德式的教堂。在里面不会有太多的雕刻，全部他们的雕工都是着重于外面，里面就是一根根高耸的圆柱。那一样在它的玻璃上会有很多这种天主教风格的这种玻璃装置艺术。那蛮特别的是，它的耶稣竟然是在前面这边的，后面的是一个主教座塔。在这边的管风琴跟我们在纽伦堡看的大教堂一样，是位于旁边的这个管风琴。大家有没有跟我有一样的疑虑呢？好像每当来到教堂，不管是外面多热还是外面多冷，在教堂里面即使他们没有暖气没有冷气，也不会感觉热也不会感觉冷，蛮神奇的。现在再来到了另外一间，这间是圣母诞生教堂。这间它的风格就跟刚刚的主教座堂完全不一样。这间比较算是巴洛克式的建筑，外观看起来其实就是蛮普通的一个教堂，但是我看了网络的照片，觉得这一个教堂非来不可。那我们一起进去看一下它里面是长怎样的吧。教堂的内观就非常的华丽，跟刚刚的主教座堂是完全不一样的风格，这有点像是宫殿的感觉。雷登斯堡这边原本看起来只是一个小小的一个镇而已，没想到这边这么的热闹。那我们现在要再带大家去下一个景点咯。我们现在来到这里是距离雷根斯堡往西往慕尼黑的方向大概30分钟的距离，途经有经过了这个普伦城堡。
因为我们有买了这个14天的家庭票，所以它这个是巴伐利亚的城堡，我们都可以靠这张票去参加的。既然有可以去参观的城堡，所以我们就停下来稍微看了一下。那它这间城堡还蛮特别，它是在悬崖边的一间城堡。对，那我们就一起进去看看咯。据说这间也是一间1000年的城堡了，走吧。对，这里是距离雷根斯堡大概30分钟的车程。这里有一座这种古希腊的建筑，但是它是在19世纪初的时候所成立的神殿，这是路德维希一世留下来的一个财产。那我们就进去看一下，他当时是要纪念德国人在日耳曼的一席之地。那我们进去参观看看咯。这位呢，就是路德维希一世。我刚才在外面说过了，他就是建造这个神殿的人。那他也是当初的德国的国王，被拿破仑进攻的时候，那时候很严重的失败，所以他在这边打造了一个神殿来纪念这些德国人，要让他们的民族意识再重新建立起来。那大家看一下这些神殿里面的雕像啊，还有建筑啊，包括地板，全部都是用大理石下去建造的。然后有很多这个各个时代的伟人的一些雕像，可以看一下上面的这些女神，那跟我们之前看到的一些神殿里面，还是一些欧洲的雕像，每个女神都是这样，使尽了力气抬着这个神殿。那大家要注意，如果要来到这个瓦尔哈拉神殿的话，它都是只有星期六跟星期日有开放的，平常日是没有营业的哦。实在是太可惜了，今天的天气有够糟的，全部都是大雾，没有办法拍到好看的神殿的外观给大家看，全部都是雾蒙蒙的。那我们今天雷根斯堡的影片就到这边咯，下次继续关注我们的影片。我现在来到华尔新店，瓦尔哈拉，瓦尔哈拉，会有更多有趣好玩的影片跟大家分享哦。Please like and subscribe. Bye bye.